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穿针引线其实一点也不复杂，掌握一个小技巧，就能让你迅速而顺利的完成。这种方法非常实用，真是方便极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针线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，常用于修补衣物、玩偶等。例如，当纽扣掉落时，我们需要用针线来缝合，或者在裤子开线时进行修补。这个时候，针线就显得尤为重要。然而，穿针引线的过程往往比较麻烦，因为针眼小，而且线又细，这使得穿针引线变得比较困难。对于一些年长的朋友来说，视力可能会模糊，手也可能会有些颤抖，这让把线穿进针眼的难度进一步增加。因此，今天我将教大家几个穿针引线的小技巧。这些技巧一旦掌握，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。好了，不再废话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，了解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第一个方法，纸张穿针法，90岁老花眼也能够1秒穿过。我们可以随便找一张家里不用的纸，最好是稍微硬一点的，比如笔记本的纸张，或者孩子写作业时用的作业本。将纸张对折再对折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特定形状的纸张。接下来，我们该如何使用这张纸呢？首先准备好需要穿的线，然后将线放置在正方形的折痕处，确保拉直线，使其与正方形的折痕重合，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利用这张纸了。接下来，我们用剪刀修剪一下这个角，使其变得更长更细。剪好后就是这样了。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将其穿入针眼，因为尖端特别细且锋利，能够迅速穿过任何针眼，甚至是最细的针眼，也能在1秒钟内完成。穿过针眼后，轻轻撕掉纸的尖端，然后将线头拉出，只需轻轻一拉，线就顺利地穿过了针眼。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，而且也是非常的实用。第二个方法，硬币穿针法。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硬币，然后剪下一根家里扫帚上的细条，将剪下来的扫帚条对折，用胶带或者热熔胶把扫帚条粘在硬币上面，这样一个用硬币制作的穿针工具就完成了。使用时，只需将扫帚条先穿过针孔，然后把线从扫帚条中间穿过去，把针轻轻地往外一拉，线就顺利穿好了。由于扫帚条具有一定的硬度，所以非常轻松地穿过针眼。这样借用扫帚条和硬币，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穿针引线，实用性非常高。第三个方法，从自己头上拔下一根头发。头发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头发它的质地也比较坚硬，也比较细，正好适合用来穿针引线。利用头发比较硬，而且比较细的这个特点，它很容易穿过针孔。穿过针孔后，将一端与针固定在一起，握在手中，再将另一端以相同的方式穿入针孔。用头发来穿针就要简单快捷得多，比用线要简单太多了。穿过去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头发形成了一个类似穿线器的结构。只需将头发穿过针孔后，我们想穿几根线，都可以很轻松地被穿入到针孔里面。只需将需要穿的线绕在头发的圈上，然后再轻轻一拉扯，头发的一端就能顺利地通过针孔。这种用头发穿针的方法真是太妙了，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想到，竟然可以用头发轻松地穿针引线。第四个方法，胶带穿针法。如果我们需要穿很多根线，首先剪下一小块胶带，然后将需要穿的线条贴在胶带上，确保贴在胶带上的线是拉直的，不要让它弯曲。贴好后，将胶带对折，紧紧地将线粘在胶带的中间部分，这样线就牢牢固定在胶带上了。接下来，用剪刀沿着线的边缘修剪胶带，
修剪后，胶带和线的结合处会形成一个尖尖的角，看起来像牙签一样，变得非常尖锐。现在摸起来会感到更加坚硬许多。在这个时候，穿针变得非常简单方便，只需对准针孔，轻轻一穿，线就能顺利通过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可以轻松的在1秒钟内完成穿针的步骤。穿过之后，连接也非常稳固，无论怎么转动，线都不会掉落。接着轻轻拉住一头，线就轻松穿过来了。怎么样？这个方法不错吧？第5个方法，牙刷穿针法。牙刷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清洁用品。事实上，牙刷还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将线穿过针眼。方法非常简单，首先将牙刷放在桌面上，刷毛朝上，接着将需要穿过针眼的线随意搭在刷毛的上方。接下来，我们再将针眼对准线的位置，慢慢向下按压。由于牙刷的刷毛非常细小，多个刷毛可以同时穿入针眼。我们将新线搭在刷毛上，然后再次对准针眼。在按压的过程中，刷毛起到了支撑的作用，这样线就能随刷毛一起顺利穿过针眼。第6个方法，指捏法。准备好针线，把线搭在针上，然后将线折成双股，接着把针挑直线，一定要确保线拉直哦。接下来，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线，拉紧并保持住，然后握住针向上轻轻拉开。接着拇指和食指慢慢分开一些，不要分得太多，能够看到线头就可以了。最后将针眼对准线头的位置，直接滑下去，就成功穿好针了。这种方法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，就能迅速穿好针线。对于裁缝师来说，这几乎是他们的日常技巧。老师傅们也都掌握了这个绝招。这个方法既实用又方便，但是也需要多次练习，毕竟熟能生巧嘛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个穿针引线的小技巧，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。如果您在穿针时感到困扰，不妨试试这些方法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